人知道哑巴的来历，只知道他被人割了舌头。这些剑文好眼熟。好快！他们居然能像瘸爷爷一样在水上飞奔，沿着江边跑，一定会被堵住。这魔头果然有些本事，居然那么久都拿不下他。魔头，受死！婆婆会不会有事啊？不行，我得让爷爷们来帮婆婆。桃林这两个速度稍慢，只能从他们这边突围。别想逃！那魔崽子混入了鹿群，把这些鹿，通通杀了。鹿也是一条生命，你们这样滥杀生灵，到底谁才是魔？在那里，藏不住了。他居然能凭空操纵剑！难道他是用这道细丝操控剑的？速度虽快，毕竟不如自己的身体灵活。我要逃出去，只有……什么？我控剑的元气还不够强。那丝线竟是元气，元气化丝。弓箭术异常高深，今天师弟师妹不妨就拿这魔崽子练手，怎么样？正合我意。他竟能同时操控那么多把剑，好厉害！
不能让他们更去伤害村里人。我要带他们去那个可怕的地方。你身上藏着铁锭。瘸爷爷教我腿功，必须穿铁鞋绑铁锭，负重了50斤。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雅爷爷的锻造手艺。什么铁器如此坚固？身体突然轻了好多。不好！不要去想你踩的地方是否能承载你的重量，只要你跑得够快，水就是平地，草就是平地，空气就是平地，到处都是一片坦途。偷天神腿，踏过须弥山。这家伙跑得好快！这小子元气虽然深厚，却毫无属性威力，可见他没有觉醒灵胎。曲师兄已是灵胎境巅峰，他死定了！小魔崽子，哪里逃？大个子进步惊人，很快不使出神霄天眼，我便无法占据任何上风。村长爷爷说霸体举世无双，一定是因为我不够努力，找不出霸体觉醒属性的方法，才会被大个子赶上。我必须加倍努力。没想到，最终帮我觉醒属性的，竟然是雅爷爷。那天，雅爷爷正教我用神霄天眼观火观水。木儿，心神守一，用灵胎吐纳，把火属性元气收回去。木儿，你在观水，想向瞎子教你的枪法。刺出来！霸体第2次觉醒，还是水火双属性。哑巴，你怎么想到观火水的方法？没有人知道哑巴的来历，只知道他被人割了舌头。现在看来，平日里最不显山露水的哑巴，恐怕是村子里除我之外修为造诣最高的人。将来我们死了，木儿也能活下去了。该死的马爷，我都快被你弄哭了。可惜死老太婆去了小楼城买东西，不然哭的最狠的就是她。这是好事，我们都应该笑。木儿，现在能做到元气化丝，以气控物了吗？
么粗的元气丝，叫元气胳膊也不错，打架也很威猛。炼气成丝，以气御剑，乃是控剑术的基础。元气胳膊的韧度、强度和灵敏度都大大不如元气丝，还是得早日炼气成丝才行。下一个到哑巴了。雅爷爷竟然要我炼化寒铁制成的离江派剑丸，据说他灵胎境时就能做到，所以我必须比他做得更好。这剑丸的寒气连炉火都能熄灭，看来我需要更强的火力。对了，我可以打造一个小锻造炉。结合我的元气，来聚集易散的炉火，达成反复灼烧的效果。最后不仅成功炼化寒铁，还给我自己打了一把寒铁杀猪刀。好刀啊！龙大他们不会被这些怪物杀死了吗？没那么快，不过渡天魔王召来的天魔众越来越多了，力量也越来越强。再这样下去，大家都会死在这里，变成祭品。那要怎么办？魔王是依托于雕像降临，想阻断幻魔仪式的话，除非有人能摧毁渡天魔王的雕像。Deva Avatarana, Pret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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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va Avatarana.小心！那是天波城凤香，竟能请来魔王真身，红山派的底蕴不容小觑啊！凡人岂能敌得过神奇之力？即便是延康国师，也不过是蝼蚁。哼，很快。玉恩兄妹又得成丧家之犬了。渡天魔王的真身也要降临这个世界。兔爷说过，自己惹的麻烦一定要自己摆平，这个麻烦好像实在太大了。这股气息似是大宗师。这些剑丸好眼熟。神域。旧时代神国的法术，何人胆敢阻我？
全军听令，兵发天波城。是。不知哪位宗师前辈行经此地，可否现身一见？国师，真的是国师，得救了！沈万云。你们是扮作红山派弟子，从路县逃过来的，其他世子呢？太学院船队全军覆没，多亏秦博士带我们提前抵达，这才救了大家一命。不料又遇上魔王作乱，我们便与秦博士失散了。恳请国师派人找寻。秦博士。雅爷爷，原来是你！什么时候到的这里？幸好大盾挡住了都天魔王的那只脚。对了，雅爷爷，你该不会连都天魔王的雕像也顺手给毁了吧？我与几位旧时代的人交流过，以为各种神通道法都有接触。没想到见到了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神通。敢问道兄，可是上个时代的人物？雅爷爷说，他不算，他还算年轻，但他的技业差不多已经失传了。国师若感兴趣，可帮他物色一个传人。光夜里似乎是各种古老的符文，各种异兽的图案，周天星辰的正文。道兄竟舍得将毕生绝技传授他人，倘若有缘，我一定会帮道兄留意。秦博士如何认识这位道兄的？他是我家大人。天圣教除了大祭酒，竟还有这等高人，不愧是魔道第一圣地。国师猜错了，我出自大虚，我的家人自然也在大虚。秦博士确实家学渊源，难怪会在天波城闹出如此大的阵仗。